Radio， 欢迎收看毛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花仙宝。年前事情有点多，没来得及弄，最近趁着直播空隙，终于挤时间弄完了。花仙宝是新派系的最后一期，大家请把完结撒花打在公屏上。花仙宝的背景不用我多说，你像原版的小蝴蝶，它们就是来自花仙宝，只不过花仙宝的上手门槛和元素城相比小有差距。元素城表示，谁跟我比都是小有差距。花仙宝虽然不同于近邻，但是他们同样很看重幸运。在建设天鹅湖之后，可以使来访的英雄下一场战斗幸运+2。兵种增产建筑方面，依然也是1级兵提升花精的周产8个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个3级兵的增产建筑，提升太阳路的产量3个。最后，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建筑，叫做神奇种子。这个建筑你可以建设多次，每次建设它的效果都会提高。建好神奇种子之后，再花2个宝石3000金币建设神奇花朵，可以每天给你提供1个水晶，和物资仓库相比性价比很高。再花2000金币建成7色花，额外给你来访的英雄提升1点知识。这个建筑设计的非常有趣，毕竟花仙宝没有花怎么行呢？神器方面也是1点不丢份，除了金币和增产之外，它还可以使你所有英雄都掌握高级水系魔法，并且可以在守城战当中提升8点力量。鹰三什么技能最好呀？不占格子的技能才是最好的技能。如果你在一场游戏的时候提前看了剧本，觉得寻思应该在花仙宝里面安放神器，这样的话你在玩花仙宝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学水系了。关于花仙宝的兵种配置，刚刚接触的新手可能说，这花仙宝开荒也太难了吧。这时候老玩家总是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，传统的花仙宝玩家都是赶紧造高级兵的，你用1、2、3级兵去开荒，怪不得你开不动。关于花仙宝开荒强弱，咱就不再讨论了。反正可以肯定的是，它的前3级兵不适合开荒。正常来讲，一个派系前3级兵最好有个会飞的，还有个远程的。如果它的高速飞行兵恰好有个不受反击，这样的话开荒能力那是肉眼可见的强。只不过咱们的1级兵花精在换了身衣服之后，蓝蝴蝶引以为傲的不受反击技能没有了。没有升级之前，它的属性和小蝴蝶一样，除了可以飞之外就是个白板，产量同样也是1周20个。升级成花仙之后售价40金币，还有2个特技，攻击的时候有 20% 的概率释放迟缓大法，同时有 25% 的几率释放花环魔法。花环是花仙宝里面一大核心，咱们稍后再讲。尽管花仙没有了不受反击，但是它4点生命值外加2个特技，并且还是个9速飞行兵，这样的一个兵种卖40金币，性价比蛮高了。由此可见，元素城里面30块钱一个的蓝蝴蝶性价比高到姥姥家去了。2级兵是从中立转正的绿妖精，没有升级之前售价只有100金币，尽管价格不高，但是杀伤力和生命值都在平均数值以上。同样是100金币，属性已经全方位的超过了老旧的强哥，但是超过强哥也并不代表绿妖精是一个非常强的2级兵。升级之后售价130金币，速度也是来到了6点，这个属性要比港口的海员厉害一丢丢，它可以主动的释放幸运之神，但是原来的释放幸运之神之后幸运概率翻倍没有了。综合来看的话，是一个合格的后期决战兵种。3级兵月光鹿，花仙宝的前3级兵虽然属性都说得过去，但是他们和前面的沙宝庭院一样，前3级兵全部都是近战，没有远程兵的话，前期开荒一定会有一点小影响。月光鹿免疫迟缓大法，属性方面和一个幽灵差不多。幽灵什么属性大家懂的都懂，最菜的3级兵之一。而月光鹿呢更进一步，防御力比幽灵少2点，虽然速度有6速，但也并不是很快。升级之后的月光鹿生命值来到了20，杀伤力也是极大的提升，达到了4到7。还有一个光明能量技能，在攻击后有 20% 的概率提升2点攻防，这个技能是可以叠加的。这就是花仙宝的前3级兵，尽管他们在各自等级都可圈可点，但无一不暴露出一个问题，他们属性不够超模，不够扎实。所以说花仙宝的开荒一直以来也要依靠高级兵，所幸在后面的高级兵这里，花仙宝的质量就非常不错了。4级兵叫做风精灵，售价350金币。属性方面，它像是一个大号的飞马，并且作为一个风系生物，它永久加持着大气神盾。但依靠这个属性还有这个特技卖350金币，不得不说性价比非常差。它和大部分兵种一样，你要想发挥真正的实力，还是要第一时间升级。升级之后售价400金币，不仅速度来到了9点，并且增加了不受反击技能，
当一个兵种同时拥有高速和不反，不管怎么看，这都是一个万金油。并且风精灵还加持着大气神盾，会降低受到的远程伤害。如果敌方的远程兵不愿意射风女王的话，只要保护得当，就可以尽情的白嫖。5级兵是花仙堡的第一劳模女祭司。作为一个远程兵，他和法爷一样，肉搏战杀伤力不减，攻击无视城墙。同时，他还有一个隐藏技能，对所有被花环标记的目标都可以发动攻击。属性方面，作为一个5级的远程兵，有40点生命值，也算是比较肉。没有升级之前的女祭司，像是综合了法爷和僧侣的诸多优点，技能和属性透露出一种可靠感。升级之后售价600金币。属性方面，除了生命值，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。他在回合开始时会随机释放护体神盾、护体石符，还有圣杯。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只会释放3种魔法的魔幻法师。作为花仙堡里面唯一的一个远程兵，不得不说女术士的质量着实过硬。前期咬咬牙把5级兵造出来，你的开荒就会事半功倍。6级兵叫做妖精贵族，售价800金币。第一次在 EXP 里面碰到花仙堡的主力，我还以为他是5级兵，女祭司是6级兵呢。妖精贵族在小6级兵里面属性并不扎实，不过好在他的特技非常多。首先是与女祭司可以相互配合的花环技能，释放的概率高达 50%， 同时它可以主动的释放反格一击，攻击后有 10% 的概率释放和平之歌。这个魔法我之前讲过，被和平之歌作用的目标无法主动攻击敌人。升级之后的妖精女王和独角兽一样，多了一个抗魔光环的技能。除此之外，释放花环的概率达到了100%，和平之歌的概率也是直接翻倍，达到了20%。释放的反格一击也是终极效果，而不是之前的初级。根据定位的话，这像是一个加强版的独角神兽。尽管它的纸面数据不如黑旗蛇妖这样的老牌6级兵，但是它胜在好用，用着放心。7级兵彩虹女神售价2600金币，它和恶魔大恶魔一样可以传送移动。属性方面别的都挺好，但是速度还是尴尬的时速。还有一个隐藏特技，它的士气和运气至少是正1，不要小看这个技能，它相当于士气高涨还有幸运2合1，再加上它本来卖的也并不贵，所以说在性价比这块还是过关的。升级之后叫做极光女神，售价4000金币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7级兵，原因很简单，它可以复活友军，每个极光女神可以复活60点生命值。尽管在数值上不如大天使，但是极光女神的恢复可以驱散掉目标身上的负面效果，再加上它并不掉链子的攻防杀伤力还有生命值，无论怎么讲要比金龙之流厉害不少。看完这些兵种之后，一些新手说不会玩花仙堡，那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但花仙堡只是上手难度比较高，并不是不好用，并且大多数玩家玩花仙堡也并不是奔着强度去的。兵种咱就不说了，在英雄方面，花仙堡英雄的颜值也是在所有派系可以排到第1名。花仙堡由15个女性英雄和1个男性英雄构成，他们的战士职业和要塞的驯兽师一样，也是一个钢板配置。首先是风精灵特凯琳娜，风精灵是一个非常好用的4级兵。凯琳娜开局领导加进攻，技能方面没有什么槽点，并且作为一个4级兵特，开局带了几个风精灵。尽管风精灵要升级之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，但是凯琳娜高颜值，开局还带着4级兵，笑死，没有人能够拒绝得了。这位我觉得可能是所有 EXP 英雄里面颜值最高的一个。在下个版本驯鹿术加强之后，他也荣升最强后勤特。尽管 EXP 里面美女不少，但是像美瑞这种看一眼就迷上的还真是不多。本来颜值就高，还是个后勤特，人家好学生都是品学兼优呀。毛暴龙最喜欢首发的战士英雄。花仙堡的金币特米娅同样也是个硬核狠人，颜值就不说了，好难抉择呀。他不仅是个金币特，而且是一个开局带剑术炮术还配备弩车的金币特。花仙堡只不过上手难度小有门槛，他们的英雄质量可是杠杠的。辅助的英雄能带兵，带兵的英雄很完美，像这位水晶特奥拉，人家开局还带个理财术，他真的我哭死，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些花仙堡英雄了，带理财的资源特放在哪里都是香饽饽。这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他是花仙堡里面唯一的一个男性英雄，尽管开局带个后勤学，但是我想玩花仙堡的时候，没有玩家会选择他首发的。花仙堡应该在阴阳争霸这张图选男性阵营的话，最弱的派系，因为你只有一个英雄可以选。花仙堡的英雄他们喜欢带个幸运术，如果他们不是兵种特的话，他们去近邻上班可以大展拳脚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花仙堡里面开局带幸运的英雄全是兵种特，这就使得去近邻上班的话，他们就成了白板了。
开局带幸运的话，你颜值再高我也不考虑。女祭司特辛娜拉，虽然女祭司是核心，但是辛娜拉开局的技能偏向于辅助。不管怎么说，当一个兵种提供器还是很合格的。全游戏颜值最高的钢板特油腻腻，他能有这样的绰号，足以说明玩家对他的喜爱。作为一个钢板特，他就是好啊，泰泽终极防御，我也终极防御，并且这两个英雄他的初始属性是一样的。这里再问个问题，把泰泽和尤莉莉放在你眼前，你选哪一个呢？新版本的花仙宝他换了一个头像，你要是说哪个颜值更高呢？不好意思，两个都很高。花精特凡妮莎又是一个开局带着幸运树的英雄，真可谓没有近邻的命，得了近邻的病。在一级兵特里面并不属于拔尖，尽管花仙堡里的花仙定位和港口的全灵差不多，但是人家全灵特开局战术加进攻，你只是个幸运加智慧，怎么比呀？航海特丹尼尔，花仙堡的这些英雄，他们的颜值美得各不相同。简单来讲就是总有一款适合你。丹尼尔的存在是给花仙堡打海战用的，无水的图它就和大部分的航海特一样没用了。一个派系的英雄里面最好是有一个航海特，但考虑到绝大部分玩家不喜欢玩有水的地图，这就使得这些本来应该非常厉害的航海特变得无人问津。魔力特泽瑞亚，魔力特开局还带小剑，那妥妥的优秀配置，如果下个版本魔力翻倍的话，效果会更上一个台阶。这位可就不得了了，他就是战争狂人特塞利瓦，低级兵的真正大爹。像一些杀伤力1到3、2到3的一级兵，在被战争狂人加持之后，最大的杀伤能够到4点，再来个高级的圣杯就能达到5点。论低级兵的输出要远超进攻特，并且在 EXP 版本里面学习能力也是一个开荒神技。所以说塞利瓦真正的强度是非常高的，并且他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外援。游戏里面这么多派系，总有一个适合他。双目失明特塞瑞莎，他的特长就是降低双目失明目标被打醒的时候造成的反击伤害。这个特长在他有高级火系的时候就完全没用了，这就充分说明了塞瑞莎没有必要学个火系。火系魔法最大的问题就是除了丧心病狂之外，大部分法术的平均上限不如气吐水。所以说塞瑞莎这个双目失明特最大的作用是开局带了一个双目失明，并且作为一个法师英雄，开局初级防御加初级进攻，开局甚至还有一个5级兵，这样的配置再搭配上双目失明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位是魔法神剑特瓦瑞拉，除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伤害才能超过小剑人之外，一切都挺好。萨利尔如此强大，也仅仅是一个开荒非常强的英雄，而瓦瑞拉的魔法神剑几乎全程不如霹雳闪电。当然你和小剑人比可能稍显不足，但是智慧加智力外加魔法神剑的配置，第一天出现在酒馆里面，你买出来开一下荒还是没问题的。说到底还是元素城的萨利尔完全就是用脚做的缘故。这位艾瑞莎是一个非常强的副将，她的特长是开局掌握所有一级魔法。如果你有一个学术将，开局稍微一传授，那就是所有英雄都会一级魔法了。上到小剑攻击加速迟缓大法，下到护体神盾护体师夫圣杯，完美补齐你在初期魔法配置方面的全部短板。并且人家开局还带了一个水系，像这样的神将真的是没有槽点。另一个外交特埃丽娜和庭院的那位同人相比，他则保守许多，他只会额外降低投降费用 40%， 并不会降低野怪的敌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英雄他最大的作用也是开局带了个外交术。至于他的特长，你不投降的话，他可能派不上用场。在鹰3里面，外交投降的费用最少也得 5%， 所以说想免费投降还是不要考虑了。急救特罗辛娜，目前的急救特如果没有药剂车的话，发挥不了上限。像罗辛娜这种英雄，在高手如云的花仙堡里面不大容易抢到首发位置。最后来总结一下花仙堡的话，他们无论是兵种还是英雄，基本的强度还是非常过关的。至于上手难度，其实多玩几局的话也能摸索出门的。再加上他们的颜值非常高，所以说花仙堡深受玩家喜爱，合情合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咱们全部派系都介绍完了，这个坑也要暂时完结。以后如果 EXP 有新增派系的话，我也会专门出视频介绍。那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，谢谢朋友们。